当你想要控制体重时，选择正确的食物对于成功很重要。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关于米饭和面食中哪一种才是你需要警惕的热量高峰。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你知道吗？在亚洲，米饭和面食是主要的主食选择。然而，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米饭和面食都是主食，都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但是它们却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和热量含量。那么，哪一种才是你需要警惕的热量高峰呢？让我们来看看，你知道吗？米饭和面食热量差异有多大？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米饭。对于很多亚洲人来说，米饭是日常饮食的主食之一，但是它的热量却很高。一碗饭的热量大约是200到300卡路里，这可不少啊。如果你正在控制卡路里摄入，你需要注意控制你每天食用的米饭量，以确保你的卡路里摄入量不会超标。相对于米饭，面食的热量怎么样呢？答案是，面食的热量通常要低一些。例如，一份普通的意大利面的热量只有大约200卡路里，这可比米饭少多了。但是，这当然是有例外的。例如，如果你加了大量的奶油酱汁或高热量的肉类到你的面食中，热量就会迅速攀升。因此，当你在点餐时，请留意食物的搭配，选择较轻盈、低热量的酱汁和食材，以确保你的卡路里摄入量不会超标。那么，为什么米饭和面食的热量差异这么大呢？主要原因是烹饪方式和配料。米饭通常以水煮或蒸的方式烹饪，配料也较简单，如蔬菜或肉类，因此其卡路里含量相对较高。而面食则常常加入奶油酱汁、肉类、起司等配料，使得热量增加。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少油、少酱汁、多蔬菜的面食，它也可以成为一道轻盈低热量的美食哦。为什么米饭比面食更容易让你发胖？第一个原因是米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米饭是大部分亚洲国家最常见的主食之一，而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比面食高。这是因为米饭中的淀粉含量更高，而淀粉被消化吸收后，会转化为葡萄糖，进而被储存为脂肪。这意味着，如果你食用了过多的米饭，那么这些额外的碳水化合物可能会被储存为脂肪，导致体重增加。想象一下，你正在享受一个丰盛的烧烤餐，但你最喜欢的是香喷喷的米饭，你一直吃，最后才发现你吃了整整一碗的米饭。这碗米饭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可能会让你后悔一整天。第二个原因是米饭的热量密度较高，相比之下，同样重量的米饭比面食的热量更高，这是因为米饭中的水分含量比面食低，这使得它的热量密度更高。热量密度高的食物会使你在进食过程中感到更满足，这就会使你吃更少的食物。如果你经常食用高热量密度的食物，那么你可能会吃得太多，导致体重增加。假设你去了一个自助餐厅，你放了一整盘的米饭在你的盘子上，还加上了一些鸡肉和青菜，但是你发现你已经吃得很饱了，并且你盘子中的米饭还没有吃完。这可能是因为这盘米饭的热量密度比你想象中的要高得多。第三个原因是米饭的消化速度较快，米饭比面食更容易被消化，这意味着它的能量很快的进入你的身体。当你吃了太多米饭时，你的身体可能会无法及时消化和使用这些能量，这就会导致这些能量被储存为脂肪。此外，由于米饭的消化速度较快，你可能会很快感到饿了，这就会让你吃更多的食物，导致体重增加。想象一下，你正在和朋友聚餐，你们吃的是日式寿司，你一直吃着米饭卷，但你很快就觉得肚子空空如也，这让你想点更多的食物。这可能是因为米饭的消化速度太快了，所以它的能量很快的被消耗掉了。如何搭配米饭和面食才能减少摄入的热量？首先，选择低卡路里的米饭和面食，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低卡路里的食品可以帮助你减少摄入的热量，例如糙米饭和全麦面条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吃面食，那么蔬菜面皮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与普通的面皮相比，蔬菜面皮更健康，同时也更丰富的营养，这样你就可以吃得开心，又不必担心热量过高了。其次，增加蔬菜和蛋白质的摄入量，在搭配米饭和面食的时候，加入蔬菜和蛋白质不仅可以增加饱足感，还可以使你的餐饮更加健康和均衡。例如，你可以在米饭上加入一些青菜，这样可以增加蔬菜的摄入量。如果你喜欢吃肉，那么鸡肉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既有丰富的蛋白质，同时也不会添加太多的热量。最后，降低油脂和调味料的使用量，在烹饪米饭和面食的时候，减少油脂和调味料的使用量，可以帮助你降低摄入的热量。你可以选择使用低脂肪的食用油，例如橄榄油或花生油等，同时使用少量的酱油、醋、辣椒酱等调味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热量，同时也可以让你的餐饮更加健康和美味。详细比较米饭和面食的热量和营养成分，找出适合你的健康饮食方案。1. 热量。首先，让我们来比较米饭和面食的热量。米饭和面食都是碳水化合物食品，但是米饭的热量比面食稍低。以100克为例，白米饭大约含有130卡路里，而普通意大利面的热量则为约157卡路里。所以，如果你想在控制热量的同时饱腹感更强，那么选择米饭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 蛋白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蛋白质。蛋白质是建立肌肉的重要成分，因此，如果你正在进行训练或希望增加肌肉量，蛋白质摄入量很重要。在这方面，鸡肉饭和牛肉炒面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品。同时，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豆腐和蔬菜炒面是很好的选择，这样你可以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同时保持健康和均衡的饮食习惯。3. 碳水化合物。现在谈论一下碳水化合物，这是粮食中的主要成分，也是我们身体所需的主要能量来源。米饭和面食都富含碳水化合物，但它们的类型是不同的。糙米饭和全麦面条含有较多的复杂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分解得更慢，因此不会使血糖迅速升高。相比之下，白米饭和普通面条含有较多的简单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分解得更快，血糖水平可能会迅速上升，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食品会让你感到饥饿。4. 纤维。让我们谈谈纤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消化系统的健康。糙米饭和全麦面条含有较多的纤维，可以帮助减缓食物在消化系统中的运动速度，从而帮助控制血糖和胆固醇水平。相比之下，白米饭和普通面条含有较少的纤维，因此可能需要加入其他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纤维摄入量。5. 维生素。我们需要讨论的下一个营养成分是维生素。糙米饭和全麦面条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B1、B3 和 B6。这些维生素可以帮助身体从食物中提取能量，并且有助于保持心脏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相比之下，白米饭和普通面条的维生素含量较少，因此可能需要依靠其他食物补充维生素摄入量。6. 矿物质。米饭中的磷脂、铁质和镁质含量比较高，有助于提高体力和保护心血管健康。另一方面，面食中的钾质含量较高，对于调节血压和水分平衡非常有益。当然，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中已经包含了足够的矿物质，那么就不必特别去追求这方面的差异了。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更快乐。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同时，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我们相信，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见。